你平常不能乱吃，你如果乱吃的话，我超音波都可以看得出来。因为多年的超音波观察，我每天都看几十个卵巢的超音波，所以久而久之呢，一眼看过去我就觉得，这个卵巢功能有鬼，我都说有鬼啊。那所以再回头去抓病人吃了什么东西，那奇奇怪怪什么都有。那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当归啦、四物啦、姜母鸭、羊肉炉啦，那也有那个胶原蛋白啊。然后我们甚至有碰到病人就是提早排卵了，就查起来，吃了冬虫夏草，吃了乌鱼子，但是后来呢，实在抓不出来呢，我们也有叫病人写食物日记，但是呢，有些时候看到病人写的食物日记，觉得很心酸，怎么都在吃豆干、饼干、泡面显然他是真的卵巢功能退化了，他真的没有吃到什么特别的食物。大部分人的卵巢功能退化，它自身就会出现状况。那有些呢不是，它是吃出来的。那吃了补品之类的食物造成的。所以我们会先跟病人讲说，凡养生、养卵、让你健康、让你美的食物都有鬼所以呢，我们建议是说，你如果搞不清楚要吃什么，有选择障碍，那你就吃麦当劳。因为麦当劳绝对没有补品，它是垃圾食物，它不会让你卵巢功能出包的。那在这些的经验中间呢，我们也有碰到病人吃胶原蛋白，吃到晚上去挂急诊。那急诊的医生一看，你卵巢怎么那么大？他回来跟我讲说，他前天晚上去急诊，立马我就知道了。我说你的卵巢爆掉了，因为吃的太大了之后，形成一个大型的排卵。可是呢，急诊他只知道他大了，他没有问他的病史，他不知道吃什么，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诊所发现的吃胶原蛋白吃到挂急诊的案例。养卵在我们这里的内涵就是说，我要把你不正常的排卵形态导正。那我们现在所谓的养卵圣经或者是市售的一些文献来看的话，他会提出很多的食物类的东西，就是他认为说这些东西可以让卵的品质变好。那但是呢，在实际的临床应用上面，我们观察到有很多的这些的养卵物质它们的性质可能是对冲的。那所以你全部投放下去，而不去看这个病人的本身的卵巢的形态的话，其实是难以成事。那譬如说 DHA 就是让弱的卵巢功能变强，肌醇就是让强的卵巢功能变弱。那如果两个放在一起吃的时候，你不是互相抵消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意义。那坦白讲，我们使用 DHA 调整病人的卵巢功能，大概已经做了17、18年了。最早我在嘉义当主任，那当年开始给病人吃 DHA。那个时代全台湾都买不到 DHA， 我们要请厂商从国外进口进来，然后在台北都买不到，更何况嘉义。这10几年的中间，我们累积了丰富的经验。那在我们诊所开幕的8年中间，我们在吃 DHA 中间自行怀孕的病人，到今天为止是113个。那这个数字是不断的增加。那这个数字的增加就搞到我们试管病人越来越少。然后我们做到后来都没病人。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给你。然后也欢迎大家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，中英日文任何语言都可以来，我们都会尽量的解答你的问题。欢迎大家再乱掉。